平时怎么没有听你说这些话，夸我漂亮的？欧阳雅逗着他，他紧张兮兮的样子让他忍不住想逗一逗他。我们还没有确定关系时，我不敢那样说，怕你觉得我在刻意讨好你，对我印象不好。阿雅，在我眼里，你真的是天底下最美的女人，我爱你，只爱你一人。欧阳雅笑道，好了，逗你的，你不用着急紧张。情人眼里出西施，在你眼里我才是最美的女人。她有几分姿色，心里有数的。美人是美人，与那种国色天香、风华绝代的大美人相比，还是差了一点。在战家，她这样的姿色也就过得去吧。战家真的是男俊女俏，嫁进战家的女人就没有一个丑的，性子不一样，却各有各的美。明天咱们去医院看看你大嫂和侄子吧。欧阳雅说道，我好多年没有见过小小哥的孩子了。他对出生婴儿的印象还停留在堂弟出生时，都5、6年过去了。如今阿健已经上幼儿园大班，今年9月便上小学1年级，跟他哥哥同一个学校。他早就说了要和大哥读同一所小学。小兄弟俩感情很好，他们做姐姐的乐见其成，就盼着兄弟俩从小到大感情都好好的，以后兄弟齐心，就能杠起欧阳家的重担了。我更久，从老九出生后，我们家就10几年没有新生儿出生，所以大嫂这一胎全家人都很重视。孩子出生了，他们这些当叔叔的，不管在哪里有多忙，全都丢下手里头的工作，跑回来看小家伙。其实他们可以等到孩子满月了再回来喝满月酒的，但他们等不及，全都跑回来看侄儿。大嫂是顺产的，在医院住院的时间不会太长，他们想看孩子，也就要在大嫂出院之前去医院看望，就方便很多。等到大嫂出院回家坐月子，他们就不方便了，要等到满月。阿雅，很晚了，先去休息吧。明天早上用过早餐，要不要先带你在山庄转一转，再去医院看我大嫂？欧阳雅说道。不了，吃过早餐就去医院探望你大嫂。她不是明天就出院吗？你家里人也会过去，我们就等着她出院了，一起回来。有几天时间，不着急参观山庄。以后我们老了，阿俊和阿健接管生意，我退下来，咱们可以回山庄养老。这里面的空气很清新，比他家里院子里的空气都要清新。这种很自然的清新，他在 A 市只有到野外去才能感受到。战奶奶是个会享受生活的，选择在这里建立一座山庄，还买下了几个山头，种上各种水果。山脚下还有那么多的花田，产业多了就需要请很多工人打理。这山上山下人多了，不会寂寞，相对来说也会安全很多，因为人多嘛。要是没有这么多工人，主人家里遭受到变故，都没有人知道，例如被绑架什么的。听傅若彤说，在管城没有人敢动战家的人，不仅仅是战家的地位，还因为与战家交好的苏家。想到苏家，欧阳雅试探地问战远，我听说过很多苏家的事，你能不能带我去苏家拜访一下？方便的吗？若是不方便的话，也不用勉强。战远笑道，方便，方便得很。苏南哥和我大哥是好兄弟，交情铁得很，我们两家也是世交。苏伯伯在我奶奶面前孝顺的像他老人家的亲儿子，别人想进苏家很难，我们战家人想去苏家，就像回自己家里一样自由。明天我大嫂出院，想必小君姐也会过来，到时候我介绍你和小君姐认识，她是苏南哥的老婆，也是我大嫂的好闺蜜。欧阳雅听得有点意外地问，你大嫂的好闺蜜嫁了你大嫂的好兄弟？对啊，因为我大嫂和小君姐合伙开的书店，我大哥经常去找我大嫂，觉得小君姐人不错，就将她介绍给苏南哥了。苏南哥对小君姐很满意，他们俩很自然的恋爱，结婚生子。小君姐家里是拆迁户，有不少商铺楼房出租，每个月收到的租金都是很多人一辈子赚不到的。
欧阳雅笑问道：“那你身边有优秀的男子是和阿婷的吗？”这可把战远问住了。他想了想后，歉意的道：“二小姐很优秀，我认识的青年才俊，要么结了婚，要么有女朋友，还真没有适合二小姐的呢。他的兄弟们又都有奶奶安排，二小姐喜欢什么样的，到时候咱俩帮她留意一下，有合适的就帮她牵红线，不一定要在管城找。欧阳二太太也不愿意长女远嫁吧？她和欧阳雅公开恋爱关系后，欧阳太太都担心。她说过婚后她依旧是欧阳家的私厨，在欧阳家上班，长期在欧阳家生活，欧阳太太才勉强认可了她。她说喜欢你这样的洁身自爱、三观正、家世不错，自己又有能力，长得还不赖的。一开始我还以为她爱上你了，老是打趣她，还想过撮合你和她，但她说对你纯粹是欣赏，并无男女之情。我都不太相信她，后来发现你们俩还真的没有男女之情。你对她始终保持着距离，对她恭敬有礼，但不会像对待我这样对待她。婷婷也反复说不爱你，只是欣赏你，觉得你很好。后来她反过来打趣我，说什么感觉你就是冲着我去的 A 市。说到这里，欧阳雅笑了笑，继续说道：“还真是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呀。”婷婷说：“对了，战远真的是冲着他去的。还好，妹妹对战远真的没有爱情，战远也和妹妹保持着距离，否则姐妹俩同时爱上一个男人，那样很容易影响姐妹之情。她和战远也不会有结果了。她不想和妹妹抢一个男人，妹妹估计也不想跟她抢男人，就有可能姐妹俩同时放弃战远。姐妹情对她来说更重要一点。爱情嘛，换一个男人也不是不可以的。”这样的话，欧阳雅没有说出来，免得战远生气，她还得哄他。战远说道：“我就是冲着你去的，我的眼里心里都只有你，二小姐在我眼里就是二小姐，我对她还有其他小姐都没有半点非分之想。还好她一直都和其他小姐保持着距离，还好欧阳雅最后还是爱上了他。他没想到欧阳雅曾经想过撮合他和欧阳婷的，也得亏欧阳婷对他没有爱意，是很单纯的欣赏。到时候跟我奶奶说说，让我奶奶帮二小姐留意一下，知道心爱的大小姐曾经想将她推给小姨子，战远就将小姨子的人生大事放在心上了，要早点将小姨子嫁出去才行，免得尴尬。我奶奶认识很多人，全国各地都有她老人家认识的人，她能在你们那边帮我相中你，也能在你们那边帮二小姐介绍一个优秀的青年才俊的。欧阳雅说道：“战奶奶都这么大年纪了，不要让她再操这个心，我们俩留意就行。感情这东西也讲究缘分，缘分未到的话，我们操心也没有用。妹妹那么优秀，相信能找到适合她的男人。走吧，我们上楼去休息，今天也真的有点累。”欧阳雅没有再在这个话题说下去。战远带她上楼，来到她检查过确定没有不妥的客房，所有生活用品都是新的，知道她生活上也是很讲究。战远让佣人给她换上新的，就连床单被子都是新的，洗刷用品是一直都有新的。这间客房鲜少给人睡，我在家里时有时候会在这里睡几晚。这间房的窗和阳台都对着院子，风景很好，所以我偶尔会在这里睡。其他客房就住过亲朋好友们，我是想将我的房间让出来给你睡的，怕你嫌弃我睡过的床，只能委屈你睡一下客房了。等他们俩结婚，他的房间都会重新翻修一下，房里的所有家具都会换上新的。欧阳雅的脸莫名有点红，察觉到她脸红，战远声音低哑：“阿雅，你想到哪里去了？是不是想到和我同床共枕？”一落就遭到他家大小姐掐了一把手臂，痛得她低叫一声。欧阳雅赶紧松手，一脸的歉意，关心地问：“很痛吗？我好像没有很用力的。”“不痛不痛，你喜欢掐，可以再掐2把。”叫了一声的战六少
得到心爱女人的关心后，又说不痛了。欧阳雅轻捶他2下。战远，我们是恋人关系了，但还没有结婚，不是合法的夫妻，我们就不会越过雷池半步。我希望你能尊重我。骨子里头，她是个很传统的女人，希望第一次发生在新婚之夜。战远扳着她的双肩，与她对视，认真的道：阿雅，我也是个很传统的男人，放心吧，你不同意，我绝对不会在婚事碰你。等咱们领了结婚证，成了合法的夫妻，哪怕还没有办婚礼，我就会。是合法夫妻，我当然不会反对。咱俩要领结婚证时，办婚礼的日子肯定也会选好，我不会像你的兄嫂那样，领了结婚证1年半载才办婚礼。我们领了结婚证后，可能在1个月内就会办婚礼。是了，咱们2家相隔那么远，到时候婚礼在哪里办？你家还是我家？亦或两边都办一场吧？你在兄弟当中虽说排行第6，但结婚是大好事，基本上人均1次。我也不想你受委屈，在管城也要让人知道咱俩结婚了。他的亲戚朋友都在管城，若是婚礼只在他 A 市办，管城不办。欧阳雅觉得战远受委屈了，他爱他就不想让他受委屈，为了他牺牲很多的。战远说道：两边都办1次婚宴，请亲戚朋友们聚一聚，喝杯喜酒，为咱们送上祝福。他本人无所谓，考虑到家里长辈肯定不乐意，还是两边都请1次酒吧。欧阳雅嗯了一声，到时候先在你们管城办，再回我们那边办，我是嫁给你，不是你上门。战远笑：你说了算，我怎么样都可以的，就算不在管城请酒，我也可以接受，只是我家里长辈可能不乐意。肯定得了，婚姻是人生大事，又不是儿戏，谁都想风风光光的当个开心幸福的新娘新郎。战远将她带入怀里，哎呀，谢谢你如此为我考虑。谢什么呀，你不也为我考虑很多？咱们要相互体谅对方，相互关爱对方。感情及婚姻要靠2个人用心去经营，不能一个人付出，一个人享受没有回报，那样早晚会寒了。一方的心最后分手收场。2人相拥了片刻，战远才松开他，随即却低头堵住了他的香唇。深情的一吻结束后，战远轻柔的道：我去帮你放洗澡水，你的衣物我都帮你挂在衣柜里了。欧阳雅看着他走进浴室，很快里面传来了流水声。他很体贴，很细心周到，这样一个男人，出的厅堂，入的厨房，谈得了生意，又文武双全，家世极好。若不是他遇上了，他都不相信现实生活里真有这么好的男人。通常这么优秀又专一的男人，只会出现在小说里，是小说里的男主角。如果说他和战远能写成一部小说，那他就是当之无愧的男主角。她是那个得天独厚的女主角，顶着女主角的光环，活成打不死的小强，哈哈哈。目前她没有情敌吧？她还是比小说里的女主角更幸运的。小说里的女主角很多情敌，那些情敌就是女反派，为了拆散男女主角，坏事做尽的。战远帮她放好了洗澡水，从浴室里出来，见她还没有拿衣服，他又去帮他拿了衣服，帮他送进浴室里挂好。欧阳雅走进浴室，对他说道：你这样体贴我，让我觉得自己白长了一双手，啥都不干。战远宠溺地道：你那双手是用来签字的，要好好保养，有我在，所有活我都包了，你只要享受就行。我还要谢谢你肯给我照顾你的机会，外面多少男人想获得这个机会都没有机会呢。战远知道很多男人都肖想欧阳雅的，是欧阳雅太难拿下，那些男人攻不下他，自动放弃了。